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太空使命是一部惊人的另类历史剧，一部架空历史剧，以上世纪美苏太空竞赛为背景，带我们进入一个平行宇宙。它是一部无法被归类的剧，从政治惊悚到科幻，从灾难片到家庭剧，层层相扣，紧张且有逻辑。相比高保奇人更像白宫风云，它基本无关娱乐，开启了一个关于历史的思想实验，前提微小的改变引发令人着迷的指数级变化，就像一张又一张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却似乎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在这种独特构思的领域中，太空使命甚至没有竞争者，尽管有华丽的太空 CGI 效果、间谍情节、科幻动作元素，但它是以深邃的思想和有趣的想法赢得青睐，搭建起一个庞大且有魅力的人物群体，探索他们各自的情感深度，就像无垠太空成功做到的那样。太空使命采用了一种幻想但基于现实的科幻方法。1969年，全世界的人围在电视机旁，准备亲眼见证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那一刻，期待的表情伴随着敬畏和兴奋。几十年来，我们无数次看到对这个熟悉场景的描绘，然而这一次，电视里的主角并不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而是苏联宇航员 Alexei Leonov。他面对镜头向全世界讲了下面这段话： I take that step for my country, for my people, and for the Marxist-Leninist way of life.Knowing that today is but one small step on the journey that someday will take us all to the stars. 是的，在太空使命的宇宙中，苏联人比美国人更早登上月球。基于对这一简单事实做出的改变，历史从此朝着另一个方向奔涌而去。由于影片第一季起始于1969年这一历史性时刻，所以肯尼迪家族的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仍然没能逃过被暗杀的命运。但家族中最小的泰德·肯尼迪因为要领导参议院对美国登月竞赛失败进行调查，所以没有前往 Chappaquiddick， 从而避免了丑闻的发生。随后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尼克松。对历史更加微妙的篡改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影片中里根的任期被提前了，赢得了1976年的总统竞选，但他的副总统不是现实世界里的 George H.W. Bush， 而是参议员 Richard Zwicker。这影响了接下来第二和第三季所覆盖的20年中每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就像 Netflix 的王冠中使用的时间跳跃一样，太空使命按时间线每季展现一个时代。第二和第三季都采用惊人的伪新闻纪录片来展示经过重新编排的历史，里面包含了几十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个平行宇宙中的映像，每一帧都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我非常享受这种非凡的乐趣。在第一季美国人遭遇耻辱性失败之后，虽然阿姆斯特朗驾驶的阿波罗11号如期抵达月球表面，但苏联保持一路领先，而美国人不得不生活在红色月球的恐怖阴影之下。第二季始于1983年，美国和苏联都在月球建立了基地，在水源和锂矿开采方面形成直接对抗。冷战的紧张局势远超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太空中的武装冲突。地球上的世界也很不同。针对教皇若望保罗2世的暗杀计划成功了，查尔斯王子娶了卡米拉而不是戴安娜。美国冰球队未能在盐湖城冬奥会上演冰上奇迹。约翰列侬逃过了刺杀，率领 Beatles 举行重聚巡演，呼唤和平。而被指控强奸幼女的罗曼波兰斯基没能逃离美国，在加拿大边境被捕。第二季最后那组著名的镜头，在 Nirvana 的 Come As You Are 熟悉的和弦的伴奏下，一只太空靴踏在火星的土地上，这预示了第三季太空竞赛转移至火星。时间跨越至1992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让苏联经济蓬勃发展，还有一家民间的私营宇航公司 Helios 加入竞争。它与我们这个世界的 SpaceX 很像，只不过创始人是一个神秘的黑人亿万富翁 Dev。 他是不折不扣的天才， MIT 求学期间成为破解核聚变难题的第一人。 Helios 公司的主营业务其实是在月球上开采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氦三，这也是如今现实世界里各国争相返回月球的主要原因。在 Dev 率领的 Helios 公司的冲击下， NASA 和苏联宇航局都想尽办法提前了自己登火星计划的时间表，最终于1994年3艘飞船几乎同时飞向火星。太空使命达到了当前所有科幻剧都梦想的境界，将想象出来的抽象概念人性化。很多时候这部剧让我感觉是在看 NASA 本的广告狂人， Ed 就是这部宇航员职场剧中的 Don。
Edward Baldwin 历史上查无此人，但为塑造这个人物粘上去的过往经历却都曾在历史中真实发生过。在剧中，他被假设是阿波罗10号的指挥官，在苏联成功登月之前，他是最接近月球表面的人，甚至只要他愿意，可以违抗 NASA 过分保守的指令，自行登陆月球，成为历史第1人。但他最终退缩了，这不仅让美国失去了超越苏联的时机，也让他自己一直生活在遗憾的阴影当中。Ed 可能是这部剧中最接近传统英雄的人物，但在他身上有难以忽视的缺陷和盲点，这也是太空使命与主旋律剧划清界限的方式。他从 Annapolis 海军学院毕业，炙手可热的顶尖试飞员，在他身上体现着美国牛仔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一言一行都诠释着海军学院的座右铭：责任、荣誉和国家。但他一点也不大男子主义，在与妻子 Karen 跌宕起伏的婚姻生活中，他以最大的耐心承受丧子之痛，宽容妻子的出轨，因为他知道与在地上为爱人担惊受怕、无能为力相比，在天上冒生命危险并没有更可怕。影片最令人动容的几场戏之一，就是发生在 Baldwin 家房子里的一场家庭戏。他们在儿子意外身亡之后领养了一个越南小女孩，这也是剧中越南战争比现实提前结束的产物之一。女儿成绩优秀，却自作主张像父母一样申请海军学院，梦想驾驶 F-14熊猫式战机。这个决定在3口之家内部意外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本应高兴的 Ed 却瞬间大发雷霆，完全失态，因为他感觉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又多了一层被意外解体的风险。隔阂最终化解，3人哭成一团。 Karen 道出 We are the Baldwins, you cut us, and we are gonna bleed blue and fucking gold。 外人眼中全美国最令人羡慕的家庭却是如此脆弱，矛盾重重。太空使命用这种方式让故事真实可靠，他努力表现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哪怕是那些阴郁的多愁善感。而在这方面表现更加突出的是另一个家庭 Tracy 和 Gordo。 像奔腾年代一样，太空使命讲述的是一群热情的工作狂，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几乎没有界限，两者都同样丰富、混乱和情绪化。 Tracy 和 Gordo 相爱的桥段就是壮志凌云的翻版，一对俊男靓女，爱的狂野奔放。他们的爱情生在云端，属于天空，无边无涯。冒险是美丽细胞中的养分，太阳和月亮似乎都只为他们而闪耀。他们婚姻生活的维系以 Tracy 自我牺牲，成为家庭主妇作为代价，所以当获得一次宇航员选拔试训机会时，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 Astrowife 的绰号。苏联在领先美国登月后，又率先派遣人类历史上第1位女性宇航员登陆月球，这激发尼克松总统敦促 NASA 培训女性宇航员的计划。这是这部剧带来的又一个在思想上领先于我们所处世界的惊喜。虽然尼克松最终撤销了这个项目，但 NASA 宇航员管理中心负责人 Deke Slayton 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4位女性正式成为美国宇航员， Tracy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不久之后，在月球基地超期服役半年多的 Gordo 患上了心理疾病，整个第2季他都在与焦虑症搏斗，恢复身体素质，克服对太空的恐惧。他重返月球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回已经改嫁他人的 Tracy 的爱。此时的 Tracy 身为亿万富翁之妻，媒体的宠儿，美国观众心目中的甜心，在第1次驻守月球基地时遭遇情绪的低落，习惯性的我行我素，打破了许多规定。2个破碎的人在月球上的再度相遇是甜蜜的，充满遐想的，但影片没有落入俗套，浪漫的乐曲始终未能响起，直到第2季最后一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美苏2国在地球、月球轨道以及月球表面3线交锋，一场全面核战争爆发在即。 Tracy 与 Gordo 阴差阳错成为阻止月球核爆炸唯一的希望。在没有宇航服的情况下，他们全身裹满胶布，赤身暴露在只需15秒就会导致昏迷的真空中，皮肤被灼焦，血管开始爆裂，意识陷入混沌。成功完成任务后，他们用最后的力气彼此依偎地返回舱内，但当人们再次发现他们时，他们已在彼此的怀中长眠。每次回顾他们穿着这身奇怪的制服走出舱门前的那段对话，都会让我禁不住流泪。 You look fucking ridiculous. Take a look in the mirror. Kidding me? I make this suit sing. I love you, Tracy. Yeah, I love you too, Gordo. 太空使命创造了这个绝对疯狂的情节设置，它如此大胆，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美丽。人世间最美的一段慢跑，演绎了一段古老经典爱情故事的太空版本。
可以与皮拉缪斯和特斯比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提并论。太空使命的宏大叙事从该剧对其人物内心及其生活世界的展现获得足够支撑，将阐述宏观的历史问题与耐心讲述人物弧线完美融合在一起。它向我们表明一个真理：如果没有所有的小片段奠定的感情基础，宏伟的时刻是不会到来的。这就是纯粹的娱乐与伟大戏剧之间的区别，也因此太空使命成为 Apple TV Plus 目前为止最高成就之一。作为与苏联太空竞争的产物之一，尼克松发起的女性宇航员选拔计划对太空使命的平行宇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 Tracy 一同入选的另外3位女性宇航员 Molly Cobb、Ellen Wilson、Danielle Poole 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线。Ellen 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她自小热爱飞行，出身富豪家庭，父亲拥有一家航空运输公司。最初她在家族企业中担任工程师，而后被 NASA 选中参加 Moon Maiden 的选拔。在执行阿波罗24号任务中，她和 NASA 宇航员管理中心的负责人 Dick 一同遇难，飞船耗尽了燃料，飘向未知的深空。Dick 身负重伤，临终前对 Ellen 说，他很像 John Glenn， 总是很安静，自我要求高，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当他讲话时，大家会不自觉地倾听。Allen 后来的职业生涯果然用到了这份天赋，从宇航员进入 NASA 管理层，然后是众议院。1986年成为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最后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作为共和党推选人，击败了代表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位女性总统。然而，太空使命的颠覆性还不止于此。Allen 还是女同性恋，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剧中，那个年代的性别歧视都仍无法被消除。第3季中，一名 NASA 宇航员在火星接受采访时公开出柜。Allen 发布了太空使命版本的不问不说总统行政令，这本是克林顿在任时期所提出的。太空使命没有改动时间，仍然是1994年。自此，美国军队无权询问军人的性倾向，军队成员也因此不必须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如果说太空使命赋予 Allen 这个角色的身份简直大胆地超越想象，那么为另一名宇航员 Danielle Poole 设计的故事线就更令人惊叹了。身为女性宇航员候选人名单中的唯一一个黑人，曾被认为只是彰显 NASA 种族多元化的装饰，但她在飞行经验、工程学以及领导力方面都不亚于任何一名男性宇航员。她的坚毅、果决和善良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男友作为空军参加了越南战争，战争的提前结束并未能帮助她摆脱心理阴影，最终因抑郁症而自杀。因此，她故意折断自己的胳膊，帮助精神濒临崩溃的 Gordo， 以护送他作为理由重返地球，而不会被吊销飞行执照。编辑给予他的善举的回报是丰厚的。美国在太空中最高光的时刻几乎都由他作为代表。1975年，在月球轨道上实现阿波罗号与苏联联盟号对接，美苏第一次在太空握手言和，这又是一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件，但以完全不同方式呈现。在这段情节中，Danielle 在劝说联盟号的苏联船长时，有一段精彩的独白 ：“We are human beings with the blood of a million savage years on our hands, but we can't stop it. We can admit that we are killers,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kill today. That's all it takes, knowing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kill today.” 第3季，他又作为 NASA 远征火星的舰长。虽然在最终登陆火星时，与苏联队长一边扭打着，一边尴尬地跌倒在火星地面上，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踏足火星的地球人。一次又一次的，太空使命在描述想要实现人类和平及平等时所表现出的坚定的态度令人折服。随着在 NASA 的工作团队中女性越来越多，它所起到的示范性作用促成了平等权利修正案顺利通过。这部法案旨在消除男女在财产、就业等领域法律上的区别对待，减少社会性别歧视。但要知道，时至今日，它都未能在现实世界中的美国获得所需的3/4州的赞成票，从而无法生效。For all mankind， 为了全人类，这个题目取自阿波罗11号的月球牌匾上的铭文 We came in peace for all mankind。这个1969年被阿姆斯特朗带上月球的金属片，在太空使命中因美国输掉了月球竞赛而永远地留在了地球。太空使命以人物为核心驱动力，就像剧中曾播放的 Kate Bush 的歌曲 Constellation of the Heart 所表达的，思绪不仅在浩瀚星空中穿梭，还在他们的心中航行。它展现人的沉沦、脆弱、萎靡、犹豫、恐惧，
在面对重大抉择、人性考验的时刻，强调个人的选择，因为他相信人光辉的一面会因责任和善良被激发出来。与照亮人类野心的黑暗面的绝命律师和继承相比，太空使命对人类的缺陷持有更乐观的看法。剧中反复出现各种违抗命令的情节，尽管并不是每次结局都很完美。Tracy 违抗地面指挥部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被抛向深空的 Molly。而 Molly 在月球表面遭受太阳粒子强辐射袭击时，营救了另一名宇航员，导致他回到地球后因青光眼而逐渐双目失明。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 Daniel Poole 驾驶阿波罗号与苏联联盟号的对接，也是违抗了地面指挥部的命令，甚至是总统尼克松的指令。与此同时，在月球的背面， Ed 的下属拒绝向只是有可能向美国发动攻击的苏联飞行器发射导弹。而且不要忘记，女性宇航员成为 NASA 正式成员这件事情本身就是 Dick 当初违反尼克松幕僚授意的结果。虽然这些个人选择并不能真正完全扭转历史的走向，不能彻底阻止事情变糟，但当许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微小的善举后，奇妙的蝴蝶效应一点点发挥作用，让我们相信不论如何，世界在我们的努力下会变得更好。历史不是不可知力量超验决定的产物，它是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使命以及由此产生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激动人心的时刻，使《太空使命》这部剧与众不同。它让探索太空这件事超越了亿万富翁的好奇心和被宣称的国家利益的野心。宇航员们和工程师们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争执军事压力的缝隙中，坚持着为荣誉和人类共同利益奉献一切。太空使命没有将自身设置成一个乌托邦，它是关于那种可能引导我们走向乌托邦的理想，即使我们有生之年无法到达。就像编剧 Ronald Moore 在采访中所讲的一段话 For all mankind is saying it can all be okay if we try hard enough, if we work hard enough, if we have the courage of our convictions, we can achieve great things. 在这种想法下，我们可以原谅甚至理解约翰逊航天中心技术主管 Margot 与苏联宇航局局长的地下恋情。在监控下，他们不得不使用暗语，通过极为有限的通话和见面的机会，间接交换技术信息和对彼此的爱意。Margot 的父亲曾为曼哈顿计划秘密工作，但因看到美军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而深受刺激，郁郁而终。他与后来负责阿波罗计划的 Von Braun 是世交，这帮助 Margot 在 NASA 站稳脚跟。第2和第3季的第1集都有一段描述 Margot 起床后活动的长镜头，可以看出在工作之外她几乎没有生活。在第2季的末尾， Tracy 和 Gordo 的国葬结束后，他漫步到约翰肯尼迪的墓前，一团不灭的火焰在那里燃烧。他把我们带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约翰肯尼迪在休斯顿莱斯大学所做的那次著名的演讲。影片通过 Alan 的一次电视演讲向他表示致敬，也是这3季所表现出的信念所在。Pushing ourselves to the limits of what's possible. Are there sacrifices that have to be made? Of course, but sacrifice is a part of any journey. It's like those caravans, the wagon trains that crossed our country 100 years ago in search of a new home, or the ships that sails across the Atlantic in search of a new world. Taking on these great challenges against great odds, that's what makes us human. Remember, we chose to go to the moon, not because it was easy, but because it was hard. So yes, I think it was it.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now, when we look to the future, we can see that things can get better. I do believe that. 我是 Dr. Kuko， 下次见。